皇后坐吧。皇上，满蒙联姻多年，关系最为密切，也不见哪朝天子穿了蒙古的袍服。皇上这么做，臣妾担心会让蒙古各部寒心。皇后啊，你应该先想着朕是否畅心如意，你该替朕高兴才对啊。皇上与臣妾夫妻一体，本该一喜俱喜，一悲俱悲。只是当日臣妾也向皇上坦诚，答应皇上所托，是因为皇后的身份。作为妻子，心中并不认同夫君所为。臣妾不知道如何替您高兴。皇后，臣妾心疼荣贵人。哼，心疼荣贵人。朕已经给了荣贵人正式的名分了，朕会好好疼她，也会善待她的族人。皇后你只要做好六宫的表率，善待她，这日久天长的，朕相信荣贵人有一天会知晓朕的心意。千古艰难为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希望皇上有一天能明白荣贵人的心情。如意，你说的，朕何尝不懂呢？朕原本想让相见入宫，接受韩部的示好，也让边地各部落和睦，想着他入宫之后冷着他就是了。可是朕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没办法了。如意啊，朕是真的喜欢他。朕知道得不到他的心，但他人在也是好的。朕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，真心希望他能高兴。如意，你能明白朕吗？啊！皇上的一厢情愿，如同曹植诗对洛神。皇上，您只是给自己画了一幅洛神图，就算你换上了曹植的衣裳，洛神也不会对他倾心的。你讽刺朕啊，如意。朕以为同你说这些，你会明白的。皇上，臣妾陪伴您多年，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。可自从相见入宫，皇上自己封魔至此，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。皇上，您就当臣妾不懂您，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吧。臣妾告退。如意，如意，娘娘慢点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晚安。起了吧。郎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皇上命臣来此为皇上和荣贵人腾入画像。哦，林大人，去送一送皇后娘娘。
太后，您知道今夜是谁侍寝吗？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是荣贵人韩氏。皇帝总算给他名分了，只给了贵人，没给嫔位或妃位，已经是给六宫的嫔妃们面子了。什么面子呀？皇帝的心性越来越固执了，无人改变得了。如今荣贵人都侍寝了，一旦玉玺生子，后宫整个都要翻天了。相见，你别害怕，别担心，往后朕会好好待你和你的族人的。主的画上，皇上终于有笑脸了。从未见过皇上如此高兴的样子。只为了得到荣贵人，皇上是高兴了，其他人呢？主呢？您高兴吗？我高不高兴，谁会在乎呀？姐姐怎么又消瘦了？得多补补身子才好。姐姐，你看。怎么这才没装扮？他怎么来了？这样和咱们不一样。哪知道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起身了，请各位主入内。走进去，走吧。事已至此，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如今同为嫔妃，就该彼此和睦。荣贵人出生在边地，与咱们满汉蒙的规矩不大相同，咱们更该互相包容一些。臣妾明白。荣贵人，纯惠皇贵妃已经过世了，在后宫中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大可以去问于妃。她在妃位中资历最深。是，臣妾有些话，正想与皇后娘娘单独说说。你们都告退吧。臣妾告退。得，知道巴结上皇后了。看你穿上这身衣裳，倒真正有嫔妃的模样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
你既然已经开始侍寝了，免不了会和后宫的人打交道。那些人你若不喜欢，不理会便罢了。臣妾会恪守对您的规矩，是因为您教会了我许多。只有您，才会对臣妾说那样的话。只是臣妾一直都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去劝一个被您夫君痴缠的女子呢？您若是盼着她死了，或是出宫，不是更好吗？本宫是大清的皇后，皇后不仅是妻子，更多的是服从和责任。您曾经跟我说的那个少年郎，是皇上吗？当然是。其实跟我比起来，至少您的少年郎还活着。人活着是会有转机的，不像我和韩琦，天人永隔，我再也寻不到他了。你即使再也寻不到你的韩琦，可他在你心里，永远是当初最美好的模样。本宫的少年郎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不是有话要和本宫说？皇后娘娘，事到如今，有件事情臣妾没法子不做打算。什么事？就算侍寝，怎么样才能没有身孕呢？哟，皇上，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别胡乱恭维。荣贵人今日可好啊？荣贵人好得很，不仅换了宫装，还去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很好，百家，朕就去宝月楼看看荣贵人。这。皇上这些日子，除了和大臣们议事，就待在宝月楼是不出来了。皇上这么宠荣贵人，他别是有什么旁门左道的法子吧？你是说皇上着了旁门左道的法子啊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臣妾觉得，自打荣贵人进宫，这宫里也有点太不成规矩了。怎么不成规矩了？宫里的哪条宫规说皇上不准只翻一个嫔妃的牌子了？可是皇上也要注意自己的身子啊。咱们若是要劝，自然是为了皇上的龙体。可现在，有谁劝得了呢？若要说关心皇上，谁比得过太后？这件事太后尚未开过口，咱们还是稍安勿躁吧。这对甜白瓷的瓶子极好，记得送到宝月楼去。这，眼看啊就要起冷风了，这荣贵人不习惯京城的气候，记得早些送些红罗炭到宝月楼去。奴才记着了。皇上，沙枣花。好，荣贵人呐，最喜欢沙枣花的香气，一日也离不得。皇上不是嘱咐了，每日都在养心殿供沙枣花。皇上在宝月楼周围多种沙枣树，为的便是荣贵人高兴。只要荣贵人高兴，这些算不了什么。婉音，你最近倒是常出来走动。以前有纯惠皇贵妃姐姐能陪我说说话，可现在倒好，姐姐走了，整个钟粹宫空荡荡的，冷清得很。过来和娘娘做个伴儿，心里倒踏实些。娘娘，想来今年初春的时候，皇上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臣妾，翻了臣妾的牌子。那个时候，我慌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，手和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
仔细算算，已经有6年4个月零3天没有侍寝了。是宫里的女人，终有这么一天的。秋凉时节说这种话，真让人灰心。红颜未老恩先断，血以熏笼做稻米，谁都逃不过呀。难不成等到7老8十牙都掉了，还指望皇上翻你的牌子，和你描眉作诗啊？做梦罢了。主儿，皇上差人送来了您和皇上的画像。收起来，藏到后头的格子里，再不许拿出来。是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额娘在修沙枣花。这花不适合在宫里长，便修剪修剪。从前只听闻，唐玄宗为了杨贵妃千里送荔枝，跑死了好多马。如今到了咱们皇帝这儿，到来了这一出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枣花来，真真儿是一桩奇闻了。儿臣无能。唉，皇帝是昏了头了，被韩氏迷住。哀家无法阻止韩氏进宫，也无法阻止他侍寝。原本看他拒绝皇帝的样子，想皇帝会知难而退，死了这份心。可如今，韩氏都侍寝了，你可曾想过，皇帝如今如此执迷，入了魔障，韩氏以后有了孩子，会如何呢？哀家知道，韩氏肯活下来，是皇帝让你去劝的。但哀家也知道，韩氏的心始终都在他去世的未婚夫婿那儿，这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那儿臣再去劝一劝。你劝得了韩氏，你劝得了皇帝，做吧。皇帝如今对韩氏这般魔障，将来若皇帝昏了头，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来，那该如何？哀家断不能坐视不理。那皇额娘的意思是？傅家在。太后，医婴都准备好了。你让韩氏喝下去，让他一了百了。儿臣知道皇额娘这么做，是为了皇上的圣誉思虑。只是这样贸然要了韩氏的性命，岂不是伤了皇上的心啊？哀家知道，皇帝心疼韩氏。哀家也并不是想要韩氏的性命，只是让他清静伺候皇帝，别激得皇帝越发任性。皇额娘，您明知道让儿臣这么做，皇上是会恨儿臣的。你当日替皇帝去说服韩氏留下性命，是皇帝拿着你皇后应尽的职责，迫着你去。哀家今日破你，也是一样。
只因你是六宫之主，安定后宫是你的职责，所以这件事是哀家的意思，但也只能由你亲手端去，看他喝下。若让韩氏喝下这碗汤药，是顺了您的心，却也是大大逆了皇上的意。儿臣要听皇上的，也不能不听皇额娘的。除了两难，别无他法。你身为中宫，该听的听，该做的做，便是。娘娘是不想让荣贵人喝这个。娘娘，之前荣贵人求过您，说她不想要孩子，如今太后有此意，也算是成全了荣贵人。皇后娘娘，快请坐吧。皇后娘娘，这些都是我们韩部爱吃的东西，你也尝尝。这是本宫奉太后之命给你拿过来的，就是你想要的汤药。喝与不喝，在你。当然喝，是成全我的好东西呢。你可想好了，这一碗药喝下去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我知道你们这宫里头都争着生孩子，可孩子应该是与自己相爱之人一起拥有，不是拿来争宠、保命的工具，更不应该被强迫来到这个世间。哈利，去把姜太医找来吧。荣贵人怕是要受苦了。是。太医和姥姥们进去了那么久，这个荣贵人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就算受苦也不出声音，这脾气真够倔的。娘娘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。罗娇，皇上，令嫔娘娘这会儿是估计快生了，您是否去看看？令嫔又不是头一次生产了，自有接生姥姥照应。哎，这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怎么样，小姐如何了？荣贵人身体有碍，
只是无法生育了。谁做的？谁做的？回皇上，是臣妾所为。皇上息怒，皇帝。皇娘怎么来了？身为君王，对自己的皇后动上手了。皇帝哀家瞧你是有些失心疯了。皇后，起来吧。皇娘，儿子是不该，可荣贵人无辜啊。皇帝，你要的是韩氏，如今你也如愿以偿了。可韩氏心里有别人，旁人能有什么法子？皇帝呀，有时候爱之士足以害之。若无你的过分沉溺，本无人会对荣贵人过分在意。你宠爱太过，才把他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皇娘，儿子是宠爱荣贵人，但并无太过。皇娘，您切勿听信人言。哀家还用听信？你都为他做过什么？哀家没看到吗？而且，喝下药去，也是韩氏自己的主意。皇帝要怪，也只能怪你自己。皇额娘在此，您也好好的劝劝皇上，儿臣告退。皇后受委屈了，去吧。皇上，主儿醒了。皇娘，那儿子进去瞧瞧。香姐，你醒了。我是不能生了，对吗？你只是不能有孩子罢了。你别害怕，朕还是会好好待你的。那碗药是我自己要喝的，孩子生与不生，我自己定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我本不该来到这个宫里，更不该得到你的宠爱。就当我无福，承受不起，我未来的孩子也承受不起。你要我伺候你，我便清清静静地伺候你一辈子就是了。你的意思，皇娘的意思，朕都明白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禀皇上，令嫔娘娘生了一个小阿哥，是皇上的15阿哥。好，好，锦中啊，传朕旨意，荣贵人深得朕心，晋为荣嫔。令嫔呢，接连生子，又温柔婉顺，晋为令妃。去告诉令妃，15阿哥可以留在她身边养着，不必送去寿康宫。还有，皇后料理后宫之事不周，这6宫之事
先交由令妃协理。这，下去吧。这些日子皇上不来，主儿清静多了。早这样该多好，彼此亲近。其实，主儿不能生育了，皇上是很伤心的。伤过了就好了。有的是人给他生孩子，不差我一个。只是此番连累了皇后娘娘，我真对不住她。真可爱啊！今儿是我阿哥置办满月，真热闹。令妃姐姐料理后宫，比皇后那时可是不同气象。别这样说，皇后被皇上冷落，你还落井下石。妹妹，这是替您高兴。高兴什么呀？别欢喜起来就胡乱说话。妹妹是高兴使我阿哥能在您身边养育。多谢妹妹吉言，这也是本宫第一个留在自己身边的孩子。若是把另几个都接回来，那才算得上团圆。姐姐放心，一定会的。哎，春蝉，皇上怎么还没来？说是12阿哥正在养心殿跟皇上说话。哦，既经其神，既经娘娘，于妃娘娘和颖妃娘娘来了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这外边风雪这么大，你身子一直不大好，还出来呀？臣妾偏要来，免得让那几次小人以为翊坤宫怎么了呢？都是当额娘的人了，还这般脾气。刚入宫时不谙世事，才不知道怕，如今知道怕了，知道身后是蒙古在撑着臣妾在宫中的气势。虽然如今有了忌惮，可臣妾还是不愿意对着小人加以辞色。你这个母鹅倒是挺俏皮的，挺暖和吧？这个抹额是令妃特意叫人送来的，臣妾一直不想戴，可不曾想皇上知道了此事，还特意问了臣妾为什么不戴。臣妾实在是没法子了，这不，今天特意带出来四处招摇，好成全令妃的贤名。这抹额上这么大个猫眼儿，令妃说是波斯进贡的，这不带出来谁瞧得见呢？令妃还送了我一只手镯，成色真不错，可我没要，叫人给送回去了。如今令妃复了位，协理6宫，施恩上下，真是会做人的很。令妃熬了这么多年，才熬到如今这个位子，自然比从前会行事了。可也是个心里没底气的，才会如此这般。这样的人呐，可不要得意忘了形才好。不说这个人了，臣妾的宫里新制了几道小菜，都是暖身补气的，冬日里食最好。臣妾陪皇后娘娘跟于妃姐姐用膳吧。好啊。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
每览昔人心感之由，若何一气？未尝不灵闻皆道，不能喻之于怀，故之以死生为虚诞，其彭殇为妄作。儿臣知罪。永琪8岁的时候，熟读《兰亭集序》，3遍也能流利成诵。而你呢，朕督着你诵了10遍，你还是如此疙瘩。儿臣错了，一定会勤加诵读。永琪啊，你觉得你五哥如何？五哥很好，五哥常给儿臣讲书，也教儿臣射箭。永琪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已经可以连射9箭中靶心了。儿臣只能射中5箭。哎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也不知道哄骗朕，说你自己能射中，反正朕也没看见。儿臣不会就是不会，说谎总是要露馅儿的。你这孩子啊，资质不佳，但品性好。要知道，不说谎才是最大的美德。是。好，接着背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每览昔人心感之由，若何一气？未尝不灵闻皆道。”娘娘，把于妃和颖妃送回去了。如今这样的形势，2位娘娘还常到宫里来陪您坐坐，他们对娘娘真的是不错。是啊。皇后娘娘，儿臣请皇后娘安。微臣凌云彻请皇后娘娘安。来，用过膳了吗？在皇阿玛那儿用过了。皇上对12阿哥是极好的，请皇后娘娘放心。凌云彻，多谢你往来相送。微臣把12阿哥送回来了，微臣先行告退。林侍卫，把糕点留下。是。皇额娘，今日烧好的糕点有白玉双方糕，儿子记得皇额娘喜欢，留给皇额娘吃。真是好孩子，知道心疼额娘了。好吃。你皇阿玛问了你学业，还问了你什么呀？皇阿玛问五哥好不好，还常夸五哥比我好。皇额娘，五哥真的比儿子好吗？不是。你有你的好，五哥有五哥的好。只是你身在皇家，又是嫡子，你皇阿玛自然对你的期望要高一些。这也是你作为嫡子必定要承受的。但是皇额娘只希望你品行端正，一生都平安顺遂。所以，如若以后你皇阿玛再说五哥比你好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也不用事事都和你五哥去比较。那皇额娘也是很喜欢五哥的，皇阿玛也喜欢。是啊，五哥从小的时候就养在皇额娘身边，跟你的同胞兄弟一样啊。可是五哥如今来的少了呢。五哥大了，忙了。行了，你该去睡觉了。是。那儿臣告退。娘娘，五阿哥最近是少来了呢。虽然东西照常送来，但是明哲保身是宫中的生存之道，永琪也不必为了我招惹是非。今天宫中很热闹，仿佛记得是什么日子。是五阿哥的满月，您也安排过送了贺礼过去了。
自从令娘娘协理六宫，人人奉承，就连宝月楼的荣娘娘都比不上。皇额娘那儿就更是……五爷，咱们有好久没有去翊坤宫给皇后娘娘请安了，今儿要不要进去啊？罢了，天色已晚，云娇还在等我回去，今天就不去了。这。贝勒爷怎么才回来？今儿可有些晚了。上午去南苑跑马，再去尚书房补了功课，所以晚了。今儿15阿哥满月，福晋一大早就入宫了。贝勒爷去了吗？人虽没去，但礼到了。令妃娘娘刚生了15阿哥，贝勒爷该给些面子才是。面子自然要给足，可我是皇额娘的儿子。话虽这么说，可皇额娘也今非昔比了，贝勒爷也该明哲保身，不是？妾身失言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也是两难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腿不是怎么的，抽的疼。想是贝勒爷今儿跑马累了，水已经备下了，早些沐浴更衣吧。是冷水吗？是。